溃了无数观众的心房。花子的低语妈妈，我快不行了，令人泪如雨下。那一句妈妈震碎了万千观众的情感防线。电视剧《北上》的情节如涓涓细流，缓缓淌过，却在某一瞬间掀起了情感的海啸。那一幕，电话那头，花子颤抖着声音说出：“妈妈，我快不行了。”轻的几乎听不见，却重得令人窒息。没有配乐烘托，没有背景催泪的镜头，只有白鹿用极度克制的演技，把一颗濒临破碎的心温柔地递到每个观众手里。这不是一句台词，这是一声灵魂深处的求救，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女孩用尽最后力气对母亲的低语。白鹿的表演宛如一把钝刀割开观众的情绪防线。好的演员未必需要撕声裂肺的哭喊才能打动人心，白鹿做到了。她用那一双充满情绪的眼睛，把花子的挣扎、绝望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她说出那句妈妈时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。她没有大哭，但她的每一个颤音、每一滴眼泪、每一秒沉默，都精准刺入人心最深处。她没有告诉我们她在痛苦，她让我们感受到她在痛苦。这是演技的极致，是灵魂的共振。花子的回家是人生最温柔的告别。医生告诉他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他没有选择在医院耗尽最后的生命力，而是回家，那个他最熟悉的地方。他不是在逃避死亡，而是在用最后的温柔和生活和爱道别。他说：“我想回家看看。”这一句看似平常，却包裹了太多不舍，太多遗憾。他不怨命运，也不怨谁，他只想在终点来临之前，紧紧握住妈妈的手，嗅一口家的味道，用沉默告诉亲人：“我爱你们。”越坚强的人，越懂得何时崩溃。花子一直是坚强的代表。从剧集开始，他就是那个不抱怨、不流泪，总是微笑着面对一切的人。他默默接受化疗的痛苦、爱情的错过，甚至命运的残酷。可就在那一通电话里，他终于放下所有伪装，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恐惧：“妈妈，我快不行了。”那一刻，她不再是懂事的孩子，而是一个渴望依靠的小女孩。多少观众看到这一幕，眼泪再也止不住，因为在她的崩溃里，我们看见了自己。花子是现实中成千上万青年的缩影。她才25岁，青春正好，人生本应光芒万丈，可病魔无情地打断了一切。这个角色太真实了，多少年轻人和他一样，把压力藏在笑容后，把痛苦埋进夜里。他们不愿让父母担心，不想成为朋友的负担，只是咬牙扛着。可终究有一天，心累了，身体扛不住了，那一通想说又不敢说的电话，终究还是要拨出去。花子是这一代年轻人沉默中的代言人。观众哭的不是剧情，而是自己。当花子打电话给妈妈的那一瞬，无数观众突然红了眼。有网友写道：“我也曾像她一样，撑到快崩溃，才想起妈妈的怀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”也有人说，她太懂事了，连崩溃都小心翼翼，怕妈妈担心。她的安静是最响亮的哭泣。这些话不再是对剧情的评论，而是一种自我剖白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夜晚，都曾有个打不出去的电话。没有嚎啕大哭，却让人泪如雨下。白鹿的演绎不是激烈的，而是克制的；不是声嘶力竭的，而是哽咽而平静的。正是这种静，才让痛苦更真实，才让观众无法逃避。他的眼神从坚强到绝望，从依恋到释怀，一步一步引领观众走进一个告别的过程。他像一个无声的诗人，用演技谱写了一首关于离别的挽歌。北上的北是回家的方向，更是心灵的归属。北上这个剧名，乍看之下像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方向，但真正懂得这部剧情感核心的人会明白，它其实代表着一种深层的情感象征。家也是人心最渴望归属的地方。在这个快节奏、充满竞争与焦虑的社会中，多少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，把家放在了行程的最后。我们追求成就，拼命努力，似乎总想飞得更高更远，但北上提醒我们，再远的路终究要往家走。花子北上并不仅仅是回到地理意义上的北方，更是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走向内心最渴望的温暖。在医院里，他身边有医生，有朋友，有男友，
可他真正想回的地方，依旧是那个他熟悉的小屋，是母亲熟悉的味道，是父亲沉默却坚定的眼神。人在面对死亡的瞬间，最想依靠的，往往不是伟大的理想，不是浮华的城市，而是那个陪伴我们长大的地方，家。这一刻，花子的北上像一场灵魂的迁徙，是对生命意义的回望，是对爱最深沉的渴望。他不是在逃，而是在主动选择用生命最后的篇章回到爱的起点。对许多观众来说，或许北上也是一种提醒，别让生活的奔波把你和最初的温柔隔得太远。家不只是我们离开的地方，它是我们最终的归宿。花子的故事照亮了我们对爱的理解，也重新定义了坚强。花子的离别不是一种绝望的消失，而是一场深情的放手。他的故事之所以让人久久不能释怀，是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了另一种爱的模样，不是轰轰烈烈，不是山盟海誓，而是那种无声的守护与体谅，是在最疼的时候依然替他人考虑的懂事。他爱男主，所以选择离开，不是因为不想依靠，而是不想成为拖累。他爱父母，所以最后一刻选择回家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不留遗憾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坚强，要独立，要拼搏，似乎脆弱是一种负面的表现。而花子的出现像一束光，照亮了坚强真正的模样。坚强不是永远不哭，而是明知道要哭了还能微笑面对，不是不求帮助，而是懂得何时可以依靠。他在电话里说出那句妈妈，我快不行了，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最真诚的告白。他愿意承认自己的恐惧，那是他最勇敢的时刻。这个角色教会我们，爱不是压抑自我，不是忍住眼泪，而是有勇气表达自己的需要，向亲人说出我累了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总是习惯强撑，生怕一旦说出我不行了，别人就会失望。但花子让我们知道，有时候承认自己撑不下去了，反而更需要勇气，也更值得尊重。他以极尽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爱和坚强从来不是矛盾，而是一种深刻的人性理解。请别再沉默，说出你的心声。看完北上，很多人沉默不语，不是因为剧情太重，而是因为它太贴近现实。如果你也曾像花子那样熬过黑夜，请勇敢表达。如果你也有一通未打的电话，请现在就拨出去。我们都曾是那个想坚强的人，但别忘了，脆弱的时候也值得被爱。花子的故事结束了，但属于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感谢你的阅读与陪伴。如果这个故事触动了你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留言。你是否也曾有过像花子那样的夜晚？你是否也曾一句我没事背后藏着无尽心酸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将持续带来更多深入人心的影视故事与角色剖析，让感动不再孤单，让共鸣成为连结。评论区等你，告诉我们，你最难忘的一句台词是什么？哪一个瞬间最让你心碎？你是否也曾在花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？每一条留言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。让我们用真实和温柔彼此陪伴。我们下期见。